你知道吗？在修行里有一条禁忌，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注意到，它不是不能吃肉，不是不能动怒，也不是一定要住进深山寺庙，而是关于一件我们最容易误会的事，讲佛法。你以为逢人劝善，到处分享佛理，就是在积功德，可是佛法讲错了对象，不但帮不了别人，反而可能让自己白白消耗，甚至背上不该背的因果。很多人学佛之后，心里都有一份善意，看到亲人执着，就想劝他放下；看到朋友痛苦，就想跟他说因果；看到别人做错事，就忍不住搬出佛法提醒他。有些话你越说，对方越反感；有些人你越劝，他越傲慢；有些道理明明是好心讲出去，最后却变成争论，让关系越来越远。这不是你的慈悲错了，而是你还没有看清楚，不是每个人都已经准备好听法。佛法是甘露，但如果倒进一只装满污水的杯子里，甘露也会被污染。你想想，2500多年前，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之后，并没有马上普度众生，也没有急着把真理讲给所有人听，他沉默了，整整749天，一语不发。因为佛陀明白，法不是不能讲，而是要看因缘；智慧不是不能给，而是要看对方的心是否已经准备好承受。如果一个人的心还在傲慢、贪欲和执着里打转，在高深的佛法送到他面前，他听到的也未必是佛法，反而可能把它当成辩论的材料，攻击别人的武器，甚至满足欲望的工具。妙法莲华经里有一句话道破了这个天机，叫做是法不可释，言辞相寂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真正的智慧与法理不是单靠嘴巴就能说明白的。语言就像是一根指着月亮的手指，当一个人的心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你说的再多再用力，他盯着看的永远只是你那根手指，他根本看不到天上的月亮。更可怕的是，如果你把最亲近的法硬塞给了不对的人，不止他听不懂，错失了闻法的因缘，连你自己也会被卷入无谓的消耗与执着里。这就像是你把珍贵的莲花种子撒在干燥的沙漠里，不但开不出花，连种子也被糟蹋了。所以今天这支影片，我会带你看清楚两种人，千万不要轻易对他们讲佛法。看完之后，你会明白为什么有时候不说，反而是更高的慈悲；为什么沉默不是冷漠，而是在保护对方的因缘，也是在守护自己的清净心。这两种人可能就在你身边，甚至在某些瞬间就是我们自己。但在揭开答案之前，请你先在留言区写下愿我智慧增长，远离一切障碍，带着柔软祝福的心听下去。今天的体悟会完全不一样。这第一种，我们千万不能对他讲佛法的人，就是傲慢者。一听到傲慢这两个字，你的脑海里可能立刻会浮现出一个趾高气昂、目中无人、说话很大声、态度很强势的人。但其实，在修行的路上，真正可怕的傲慢，往往不是这种外在的狂妄。真正严重的傲慢，常常包装得很斯文，甚至看起来很有学问。这种人，在佛法里，我们称之为落入了知识障。什么是知识障？就是他读了很多经书，听了很多法师开示，他把这些佛学名词、理论全部塞进自己的脑袋里，他以为自己知道了，就是证得了。他以为自己会背诵心经，会谈论金刚经，自己就已经是一个觉悟的人了。这让我想起一个在禅宗里流传很久，
但很少人听过的故事。那是宋代的时候，在京城里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名士，文采飞扬，博古通今。这几年他迷上了佛法，把藏经阁里的经典翻了个遍，不管是真空妙有还是缘起性空，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在京城的文人雅士之间，大家都推崇他是当代的佛学大家。这位名士心里非常自豪，他觉得自己对佛法的理解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有一天，他听说在深山里有一位活了100多岁，从不下山的老和尚，修行很高。名士心里不太服气，他想，一个关在山里一辈子的老僧能有什么大见解？我倒要去会会他，看看他到底是不是浪得虚名。那是一个深秋的早晨，山民们刚推开柴门，就看到一辆极其奢华的马车在泥泞的山路上艰难地前行。车上不仅坐着这位衣着华贵、神态傲然的名士，后面的板车上还装着好几箱他自己写的厚厚一叠的佛法注解与心得。名士来到了老和尚修行的茅棚，那地方真的很简陋，只有几株古松，一间透风的竹屋。老和尚此时正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手里拿着一把破旧的扫帚，在清扫满地的落叶。名士走上前，连腰都没怎么弯，只是随意拱了拱手，开口就说：“老和尚，在下研读佛法多年，有些心得。依我看，当今世人修行都走错了路。佛经上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既然一切都是因缘和合，那世人苦苦追求的真心究竟在哪里？是不是也是一场虚妄？”名士一开口，一连串艰涩的佛学术语就像连珠炮一样说了出来。他一边说，一边看着老和尚，眼神里闪烁着聪明、锐利，还有藏不住的得意。他等着看老和尚被他问倒，或者露出惊讶的表情。可是老和尚连头都没有抬，甚至连扫帚都没有停下来，只是沙沙地扫着地，嘴里淡淡地说了一句：“请随我来。”名士愣了一下，心想这老僧是在故弄玄虚吗？但他还是跟了上去。老和尚带着他沿着茅棚后面的小路一直走到了悬崖边上。那是一个巨大的空谷，此时山风呼啸，云雾在脚下翻滚，四周安静的连一根针掉下来都好像听得见。老和尚站在悬崖边，转过身对名士说：“施主，你刚刚在竹屋前说的那些佛理非常精妙，老僧耳朵不好，这里风大，听不太清楚。不如你对着这片山谷，把你这辈子最得意、最深刻的佛法体悟大声地喊出来，如何？”名士一听，心中顿时涌起一股豪气。他走到悬崖最前端，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的力量，对着那片无边无际的空谷大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他的声音在山谷间回荡。紧接着，震撼的一幕发生了，那巨大的山谷立刻传来了雷鸣般的回音：“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如是观。”一声接着一声，回音叠着回音，在山谷里不断撞击。那一刻，名士觉得自己仿佛与天地同在，他的声音变得无比宏大。他转过头，得意地对老和尚说：“大师，你看，连这天地山谷都在为我的佛法共鸣。”老和尚摇了摇头，静静地看着他，那双藏在白眉下的眼睛慈悲深邃，却仿佛能看穿一个人灵魂的底细。老和尚轻声问道：“施主，你听到了吗？”名士高傲地说：“自然听到了。”这回音响彻云霄。老和尚叹了一口气，缓缓地说：“不，你听到的只是回音。”
那山谷本身有说过一个字吗？明氏猛地一震，整个人僵在了原地。老和尚指着他的胸口，声音变得温和，却字字如千钧之重。你的心就像这片山谷，你读了三藏12部，记住了历代大德的话，你来到我面前，滔滔不绝地讲佛法，可是你吐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是菩提达摩说的，是六祖慧能说的，那里面都是别人的声音，是经典传下来的回音。施主，回音再大，终究是虚妄。老僧想问你的是，抛开这些你背下来的经书，抛开这些回音，你自己的心究竟证到了什么？你自己的生命有因为这些话真正放下一丝一毫的执着吗？这一席话就像晴天霹雳，狠狠地打在了明氏的心头。原本冷冽的山风此刻吹在他身上，却让他惊出一身冷汗。他看着自己的双手，又看看后面那几箱装满佛法注解的板车，他突然发现自己这几年引以为傲的博学，自己以为的功德，在真正的生命解脱面前，竟然只是一堆沉重的包袱。他扑通一声跪倒在老和尚面前，那颗高傲的头颅终于深深地低了下去，贴在了冰凉的泥土上。他声音颤抖地说：弟子愚钝，弟子以为懂了，原来弟子一无所知。老和尚扶起他，慈悲地说：回去吧，什么时候你能把脑袋里的回音倒干净，让这片山谷彻底安静下来？到那时候，你根本不需要对任何人讲佛法，你的一念清净就是佛法。明氏空着手下山了，那几箱书他连看都没再看一眼。你想想看，这个故事里的明氏是不是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遇到的某些人，或者在某些时候就是我们自己？现在这个网络时代，资讯太发达了，我们随手一滑就能看到无数的佛学金句、大师语录。很多人看了1-2段影片，记住了几句放下、随缘，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开始觉得自己站在了人生的高点。当家里发生争吵，或者朋友遇到挫折来找他倾诉的时候，他不是带着同理心去聆听，而是立刻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开始对别人讲佛法，说道理。哎呀，你这就是业障重了，你要放下，因果业报都是注定的，你怨什么呢？你就是太执着了，看开一点不就没事了吗？你想想看，当你对别人说这些话的时候，你的内心是真的慈悲，还是只是想证明，你看，我学佛了，我懂得比你多，我的境界比你高？这种带着傲慢的说法，在佛法里不仅不是做功德，反而是在污染法的清净性，因为你把用来修正自己内心的镜子拿去照别人，你把最珍贵的法变成了炫耀聪明、指责他人的武器。面对这种满杯的傲慢者，你对他说再多，他也只是把你的话当成下一次跟别人辩论、炫耀的素材，他根本听不进去。你也只是在白白浪费因缘，甚至可能引发对方的反感，让他彻底断绝接触佛法的机会。所以老禅师才会说，面对杯子已经满的人，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都别说。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种更隐秘也更危险的人。这种人，他来到你面前，不是为了炫耀杯子里有多少水，而是想利用佛法来装饰他内心深处那片不为人知的黑暗。如果说第一种傲慢者只是错失了听法的因缘，那么这第二种人就真的是让人不寒而栗了。这第二种绝对不能对其讲佛法的人，叫做别有用心者。什么叫别有用心？
就是他来到佛法的面前，表现得比任何人都要虔诚，比任何人都要精进，但他心底真正想要的根本不是什么生死解脱，也不是断除烦恼，他要的是透过佛法这层神圣的外衣来换取世俗的利益、权力、名声，甚至是为了控制别人。这让我想起明朝年间一个非常震撼的公案，在终年积雪的雪山深处，有一位苦行僧。这位僧人对自己极狠，他常年坐在冰天雪地里，衣衫单薄，他表现出来的定力与无求震惊了世人。很快的，他的名声传遍了天下，无数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不辞辛劳地爬上雪山，只为了对他磕一个头。大家把他当成活佛转世，每天供养的金银财宝、珍贵药材堆得像小山一样高，但他始终闭着眼睛，对这些财物看都不看一眼，显得无比清高。直到有一天，一位真正开悟的老禅师路过这座雪山，别人看到的是万丈光芒，老禅师看到的却是一团被贪欲包裹着的黑气。老禅师不动声色地走上前，手里捧着一个闪闪发光、价值连城的御赐紫金钵，这是当年皇帝亲手赏赐的无价之宝，世间罕见。老禅师走到悬崖边，那下面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他对苦行僧大声说道：“这位道友，老僧年事已高，这只御赐紫金钵，我一直在寻找一位真正无欲无求的人来传承。我看你苦行多年，若是你心如止水，这无价之宝，老僧今天就供养给你了。”听到御赐紫金钵和无价之宝这几个字，一直闭目打坐的苦行僧眼皮猛地跳了一下，他缓缓睁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个金钵，那眼神里闪过了一丝常人难以察觉的极度的狂热与贪婪，但他很快掩饰了过去，双手合十，装作平静地说：“阿弥陀佛，贫僧苦行10载，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区区一个金钵，又怎能乱我道心？大师若要供养，贫僧便收下吧。”说完，他迫不及待地伸出双手，想要去接那个金钵。就在他的手快要碰到金钵的那一刹那，老禅师突然手一松，当的一声，紫金钵顺着悬崖边缘直直地朝着万丈深渊掉了下去。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信众都倒抽了一口凉气。那位宣称自己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苦行僧，竟然像发了疯一样，发出一声不甘心的嘶吼，整个人直接扑向了悬崖边，他的大半个身体都悬在半空中，双手在空气中疯狂乱抓，试图捞住那个正在下坠的金钵。如果不是旁边的信众眼明手快，死死抱住他的双腿，他早就跟着那个金钵一起摔得粉身碎骨了。苦行僧被拉回安全地带后，瘫坐在雪地上，眼神直愣愣地看着深渊，满脸的懊悔与痛苦。不是因为自己差点没命而痛苦，而是因为没有拿到那个金钵。老禅师冷冷地看着他，留下一句让所有人振聋发聩的话：“你的身体虽然坐在这冰天雪地里，但你的心却在名利的油锅里翻滚。你对自己残忍的苦行，不是为了断除贪欲，而是为了钓到更大的贪欲。”说完，老禅师头也不回地走了，只留下那个伪装被彻底撕裂的苦行僧和错愕不已的信众。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戏剧化，但在我们真实的生活中，这种别有用心者其实并不少见。你想想，在现在的社会里，是不是有些人嘴里总是挂着感恩、阿弥陀佛，随喜赞叹，甚至把自己的社群平台包装得充满灵性与仙气？可是他背后真正盘算的却是怎么利用你对佛法的信任
来推销昂贵的商品，怎么利用你内心的脆弱来骗取你的钱财。更有甚者，有些人学了一点佛法，学了一些心理学的名词，就把这些当成控制伴侣、控制员工的工具。他会告诉你，你现在会这么痛苦，是因为你不懂顺服，是你没有修忍辱。他用最神圣的法，做着最自私的精神绑架。对于这种人，历代祖师大德的态度非常明确，绝不能对他们说法，更不能把修行的核心法门交给他们。为什么？因为佛法是一把极其锋利的刀，这把刀如果交给一个心底善良、真正想要解脱的人，他可以拿这把刀斩断自己无明与烦恼的麻线。可是，如果你把这把锋利的刀交给一个别有用心、充满贪欲的人，他不仅不会去斩断自己的烦恼，他还会拿这把刀去收割别人的信任，去伤害那些真正善良的人。把法交给这种人，你不是在度化他，你是在帮着他造恶业，你是在助长他的恶念。所以，慈悲不等于毫无底线的给予，有时候看穿不说穿，不给予他作恶的工具，保持一个亲近的距离，才是真正的慈悲。听到这里，你可能会在心里打一个问号，你可能会问，佛陀不是教导我们要有大慈大悲吗？不是说要普度众生吗？如果我们看见傲慢的人，看见别有用心的人，却选择闭口不言，什么都不说，就这样看着他们继续在轮回里打转，这样是不是太冷酷了？这难道没有违背佛法的慈悲精神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而且这也是绝大多数善良的修行人最容易卡住、最容易钻牛角尖的地方。其实，不对这两种人讲佛法，绝对不是放弃他们，更不是冷漠。相反地，这是一种包含了极大智慧的最高级的慈悲。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佛教的经典之王《法华经》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叫做穷子喻。这个故事把什么是真正的慈悲讲得透彻无比。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大富翁，家财万贯，富可敌国，但他唯一的心结就是他那个在年幼时就离家出走、失散多年的独生子。这个儿子流浪在外，因为没有一技之长，最后沦落成了一个乞丐，每天只能在街头要饭，过着又脏又苦、卑微到了极点的日子。几十年过去了，这个穷儿子在流浪的途中，无意间走到了他亲生父亲的这座超级豪宅门前。老父亲坐在大堂里，远远的一眼就认出了门外那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就是自己朝思暮想的亲生儿子。父亲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立刻派出身边高大威猛的保镖去把门外那个乞丐请进来。可是你想想，这个穷儿子流浪了几十年，心里充满了自卑和恐惧。他突然看到几个凶神恶煞的壮汉冲出来抓他，他心里第一个念头是什么？他吓坏了。他心想，完了完了，我只是路过这户有钱人家，他们肯定以为我要偷东西，要把我抓去打死啊！这个穷儿子吓得浑身发抖，竟然当场就昏了过去。老父亲看到这个情景，心痛如绞，但他瞬间明白了一件事，他明白儿子现在的心智太脆弱、太卑微了。如果现在就把他叫醒，强行把所有的金银财宝都塞给他，告诉他，你是我儿子，这一切都是你的，儿子根本无法接受，甚至可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大财富吓坏。于是老父亲做了一个决定，他让人把穷儿子弄醒，然后什么也没说，就放他走了。穷儿子醒来发现自己没事，赶紧逃之夭夭。接着老父亲派了2个穿着破烂衣服的仆人，悄悄地去接近这个穷儿子。
对他说：“我们那边有一个清理牛粪、马粪的工作，薪水还不错，你要不要来一起做？”穷儿子一听是扫大粪的粗活，心里觉得很踏实，因为这符合他对自己的认知，于是他高高兴兴地答应了，回到了父亲的庄园里，开始每天勤奋地扫大粪。老父亲为了接近他，甚至也换上了破烂的衣服，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每天跑到马厩里去跟这个穷儿子聊天，鼓励他，关心他。就这样过了20年，这20年里，穷儿子因为工作努力，慢慢被提拔为管家。他开始管理仓库，管理账本，他的心量越来越大，自信心也慢慢建立起来了。直到老父亲临终前，他把所有的亲族、官员都请来，当众指着这个管家说：“他就是我失散多年的亲生儿子，我所有的财产全都交给他来继承。”到了那一刻，这个曾经的穷儿子内心已经准备好了，他没有惊慌，没有逃跑，而是平静且充满感恩地接纳了这份本来就属于他的无价之宝。我们停下来想一想，老父亲当初没有立刻把财富交给儿子，是冷酷吗？是不慈悲吗？不，那是因为他深深懂得，真正的慈悲不是把自己觉得好的东西硬塞给对方，真正的慈悲是给予对方现在能够承受、现在真正需要的东西。这就回到了我们刚刚说的那2种人。当你面对一个傲慢者，一个满脑子都是知识回音、杯子满满的人，他现在最需要的绝对不是你去跟他辩论，也不是你去教训他，他最需要的是现实生活给他的一道墙。当他遇到人生的重大挫折，当他发现自己背了那么多佛经，却依然处理不好婚姻，教育不好孩子，依然在深夜里痛苦失眠的时候，他的傲慢才会被击碎，他的杯子才会真正空出来，让他去碰壁，让他自己去经历痛苦，这是他觉醒必经的过程。你不去干涉，就是对他因果最大的尊重与慈悲。而当你面对一个别有用心者，一个想利用佛法来包装野心、控制别人的人，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发现这条路根本行不通。你不把清净的法交给他，不给他任何可以利用的工具，他发现从你这里捞不到好处，骗不到名利，自然就会离开。你没有给他造下恶业的机会，你保护了法的清净，也间接保护了那些可能被他伤害的人。这难道不是一种更深沉的慈悲吗？所以千万不要有那种我要拯救全天下的虚荣心。有时候闭上嘴巴，在心里默默地为对方祝福一声，然后转身过好你自己的日子。这种不说法的留白，往往才是最高级的救赎。我们刚才讲了这2种绝对不能对其说法的人，一个是满脑子知识回音的傲慢者，另一个是把佛法当成工具的别有用心者。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对，我身边那个谁谁谁就是这样，或者还好我不是这种人。但是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聊这些，真的只是为了去给别人贴标签，去批判别人吗？在六祖坛经里，慧能大师说过一句非常直指人心的话，他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一个真正走在修行路上的人，他的眼睛不是天天盯着别人的毛病看，而是会把所有的外在现象当成一面照见自己的镜子。所以现在我想邀请你，把指着别人的那根手指轻轻地收回来，指向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来做一次最深度的回光返照。你问问自己，在我们的心底，真的就没有藏着一点点的傲慢与功利吗？华严经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佛陀说：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句话里面的两个词，执着与妄想，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两种人的病根。而且这两种病，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先说执着，这就是傲慢的根源。你想想看，我们平常在生活里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时候？当我们刚接触了一点佛学，开始吃素了，开始念经了，看到家里人还在吃肉，还在看电视娱乐，我们心里是不是会不自觉地升起一种优越感？我们会觉得，哎，这些人真是业障深重，都不懂得修行。当别人的观点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常常想要去反驳，去纠正对方，甚至搬出佛经上的金句来压倒别人？这个时候，我们手里握着的佛法，是拿来降服自己烦恼的智慧，还是变成了垫高自己，轻看别人的阶梯？我们是不是也变成了一个死死抱着手指，却完全忘了抬头看月亮的傲慢者？再来说说妄想，这就是别有用心的根源。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去寺庙里拜佛，我们在家里念经，心里真正求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常常把佛菩萨当成了有求必应的超级贩卖机？我们投进去几百块的香油钱，念了几万遍的佛号，就希望菩萨能保佑我们身体健康，保佑孩子考试顺利，保佑家里的生意赚大钱。如果愿望没有实现，我们甚至还会在心里抱怨，我都这么虔诚了，为什么菩萨不保佑我？这佛法到底灵不灵啊？你看，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微细的、隐蔽的别有用心？我们以为自己是在修行，但其实我们只是在跟佛菩萨做一场交易。我们想要的不是心灵的解脱，而是用最少的成本去换取世间最大的好处。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剖析自己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痛的，因为这等于是撕下了我们自己那层修行人的美丽包装。但是，亲爱的朋友，请你不要害怕，也不要因此感到沮丧。能够看见自己的虚伪，能够承认自己的傲慢与贪心，恰恰是你修行真正上路的第一步。因为看见了，你才有可能去放下。如果我们永远只觉得别人有病，自己很健康，那我们就永远找不到解药。当你发现，原来我自己也是一个会骄傲、会贪心、会迷茫的凡人时，你会突然发现，你看这个世界的眼光变了。你再看到那些傲慢的人，你不再生气了，因为你知道，那是因为他们心里太没有安全感，只能靠炫耀来武装自己。你再看到那些功利的人，你也不再怨恨了，因为你懂了，他们只是在名利的苦海里迷了路，以为抓住了钱财就能抓住幸福。你的心里会真正升起一种同理心，这种同理心就是佛法里说的慈悲。当你的心变得柔软了，你自然就知道，在接下来的日常生活中，该怎么去面对这些人，怎么去守护好你自己的清净心了。既然我们已经学会了向内看，把心量打开了，那么，当我们明天早上推开家门，走进这个充满形形色色人群的现实世界时，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当你再次遇到那种满脑子知识回音的傲慢者，或者那种满脸堆笑却包藏私心的别有用心者，你该如何应对，才能既不伤害对方，又能保护好自己的清净心呢？我在这里为你准备了一份日常防身清单，这3个微小的行动能帮助你在这浊世当中画出最清晰、最慈悲的界限。第一个行动，遇到争论时，练习闭口禅。当你在生活中遇到有人喜欢用佛法、用大道理来压你，或者为了一个观点跟你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请你记住，
千万不要去跟他辩论，辩论是傲慢者最喜欢的养分。你越跟他争，他的杯子就端得越高。这个时候，你只需要微微一笑，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一句：他的杯子满了，然后点点头，对他说：你说的也有道理。这不是认输，更不是虚伪，这是在保护你的能量场。当你不再提供火力去跟他碰撞时，他的傲慢就会像一拳打在棉花上，无处施力。你的沉默就是一面最干净的镜子，你的不争就是对他最善意的提醒。第二个行动，面对所求时，设立慈悲的界限。我们学佛修行，是要修出一颗柔软的心，但柔软绝对不等于没有底线，更不等于任人宰割。当你遇到那种别有用心者，他们可能会用“你学佛了要有慈悲心啊，你怎么这么爱计较？你要学会放下啊”这种话来对你进行道德绑架，试图占你的便宜或者推销东西给你。这个时候，请你勇敢地说不。你可以温和但坚定地告诉对方，我的慈悲不代表我要配合你的贪婪。你要明白，纵容别人的恶，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果断地切断与这种人的利益牵扯，保持一段善意的距离，不给他造业的机会，这才是带有金刚怒目的真慈悲。第三个行动，睡前3分钟的倒空酒杯练习。这个行动是留给我们自己的。每天晚上睡觉前，当你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回顾一下今天发生过的事，问问自己，我今天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有没有带着想要炫耀、想要证明自己比较聪明的心态？再问问自己，我今天去做的善事，或者念的经文，心里是不是又在偷偷期盼着能换来什么好处？如果有，没关系，在心里对自己笑一笑，深吸一口气，然后随着呼气，想象自己把脑袋里那些沾沾自喜的回音，把心里那些功利的算计，像倒水一样全部倒掉。每天倒空一次，你的心就能每天恢复到像清晨的露水一样干净透明。这也是为什么古人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当你把这3个行动融入到你的生活里，你会发现你不再害怕遇到什么样的人了，因为你知道外在的世界再怎么喧嚣，再怎么复杂，你心里的那座空谷始终安静如初。说到这里，这支影片也接近尾声了，让我们把思绪再次拉回到2500多年前，那棵枝叶繁茂的菩提树下，佛陀在悟道之后，面对着这个充满了傲慢、贪婪与迷茫的世界，他选择了沉默49天。很多人以为那49天的沉默是一种无奈，但现在我们懂了，那49天的沉默本身就是一场最伟大的说法。佛陀用他的静默告诉我们，最能打动人心的，从来都不是舌灿莲花的辩论，也不是高深莫测的理论。最高级的佛法是把自己活成答案。当你在生活里遇到那些咄咄逼人的傲慢者，你不需要去争辩，你只要让自己的心像那片空谷一样深邃、包容。你的安静与从容就是对他最好的回答。当你遇到那些唯利是图的别有用心者，你不需要去拆穿他，你的亲近与磊落就是对他最有力的反击。真正的修行不是每天把佛法挂在嘴边，到处去教训别人。真正的修行是当你走进办公室，你的同事觉得跟你相处如沐春风，是当你回到家里，你的伴侣和孩子觉得跟你在一起充满了安全感，是当你走在街上，就算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你也能够眉头舒展，微微一笑。当你把自己活成了一道光，
你根本不需要去对任何人讲佛法，因为那些在黑暗中摸索的人，自然会被你的光芒吸引。他们会主动来问你，为什么你可以活得这么平静？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快乐？到了那个时候，你轻轻地开口说出的每一句话，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能解渴的甘露。这就是无言的法，最动人。今天非常感谢你愿意花时间听到这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让你的心里多了一份澄明与力量，我想再次邀请你在留言区写下你此刻最真实的感受，或者留下一句愿我活成一道光，温暖自己也照亮别人。这不仅仅是在影片下方留个言，这更是我们共同在无远弗届的网络世界里点亮的一盏心灯。在这里，我也想真诚地邀请您，如果我的分享曾给您带来过一丝启发或陪伴，不妨点击一下关注或是订阅按钮。您的每一次支持都是鼓励我继续在这个喧嚣的时代里安静打磨好内容的动力。别忘了开启小铃铛，让我们在修行的路上看得到彼此的光，也一起看见更好的自己。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